天从重庆飞往拉萨，开始西藏之旅。从飞机上可以看到下面的云海和雪山。之所以这么快就去拉萨，是想提前到拉萨适应几天，因为在西藏的第一站就要去库拉岗日雪山，海拔都要5000米，所以必须提前适应一下。飞机在天上飞了将近3个小时，到达了拉萨，立刻就体验到高原的蓝天白云和紫外线。门口直接坐机场大巴，30块钱到市区。拉萨的海拔将近3700米，如果直接飞到这里，一定要行动缓慢一些，慢慢适应一下。其实这次我刚下飞机，头也是有一些疼的，这也是正常的现象。很多人都非常害怕高反，因此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来过西藏。现在慢慢的进入了市区，现在拉萨的常住人口大概有50-60万，大部分人也都搬到了这些新建的楼里。这次我还是选择了住这家青旅，主要是位置好，交通和信息方便。感觉这次比去年8月显得乱了一些。如果你是一个人自由行，或者本着穷游的原则，住这里还是非常方便的。这里最便宜的床位只有30-40，当然也有单人间和标间。这里面自由行、拼团、吃饭都非常方便。这些都是自由拼团的一些信签儿，现在都是主推林芝线路，3天的、5天的都有，1000多块钱。因为觉得头有点疼，准备去药店买点药。拉萨街头的药店非常多，买药很方便。这家店还不小，买了高原胺、氧气、葡萄糖液，够了，150块钱。这是最好的吗？这就是拉萨普通的街道。天真的是湛蓝湛蓝的，在这里必须注意防晒。在商场的店铺里吃了碗拉面。这是住宿附近的十字天桥，上来转一圈，天桥上还有电梯。这是向西的方向，往前走1公里就是布达拉宫。我这次的西藏之旅，因为路上信号都不太好，可能会改变一下视频的发送方式，主要真实的记录一些路上的见闻。每天可能会多发几条，时间都不会太长，因为视频做得长了，网络都发不出去。如果视频做得短一些，3-5分钟，可能发出去比较容易一些。所以未来的一些日子可能会白天发一些视频。第一天到拉萨，走路必须要慢一点，
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头疼，喘不上气来。现在是晚上的7点半，这边可以走到八廓街、大昭寺，也就不到1公里。天桥的4个把角都有电梯。今天晚上也不打算出去逛街了，早点回去休息。去年8月的时候，我在西国头条上发过一些在拉萨的视频，包括布达拉宫，包括八廓街等等，还是非常漂亮的。想看的可以往前看一看。回到了住宿，准备安静的休息一晚。明天见。雪山之恋把我的魂唤醒。我现在带大家去布达拉宫广场，这是布达拉宫广场的东门，喜欢这个门。这个东门也是看布达拉宫最好的位置之一。它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前面有一个湖，可以看布达拉宫比较近的一个倒影，看一看。这个角度我是非常喜欢的。现在这些是柳树，已经发新芽了。来，我们走一走啊。我从今天开始啊，尝试每天多发几个小视频，每次的时间不是很长，这样比较便于发出去。因为我感觉可能路上发视频网速特别慢，有时候一天做一个长视频的话，可能都发不出去，所以可以关注一下我及时更新啊。反正基本西藏的风景都在路上，我想可以让大家看到更真实的西藏美景，多漂亮！这边的角度也好看，我们看看这个角度。布达拉宫现在不要门票，3月15号之前，所以我正好有这个时间，明天想去一下布达拉宫。虽然以前去过2次，如果能拍一些外围的视频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。这些树上都挂着很多红灯笼。拉萨的天永远这么蓝。现在到了布达拉宫广场，左边是个纪念碑，中间这边是个喷泉广场。晚上的喷泉非常漂亮。这是北面，北面就是布达拉宫。看看天多蓝！哎呀，今天天气特别舒服。虽然说这个昨天来了有一点点头疼、小感冒，但因为温度特别舒服，出来晒晒太阳。晒一晒太阳，把病毒晒一晒。哇，看看这个藏族的一家子
穿着藏服多漂亮！看看多圣洁。有很多在这儿拍照的。现在人少，我来演示一下怎么自拍啊。很多人老说怎么拍照的，一个人就可以。这个就是自拍杆儿，带三脚架的，然后把相机这么立着啊，完了从旁边后面往前走就可以了。我现在就摆好了自拍杆儿，然后我就可以走进镜头看一下啊。自拍演示完了，我们从另一个出口出去啊，到另一个布达拉宫比较好的观景平台看一眼。这个广场走过去就不到10分钟啊。广场也有一个升国旗的地方，跟天安门广场很像啊。拍照的一帮小孩儿，布达拉宫。确实非常雄伟。明天要爬，明天因为预定了，这个爬上去还挺累的呢。在这儿可以看到啊，布达拉宫左边这个就是山，它是建在山上的，看到了吧？这个山。今天的预报只有10度，但是还是非常舒服的。太阳照在身上是非常暖的。前面就要出了广场，这有个小山包，这叫药王山。药王山左边这个小山，这是药王山的观景平台，从那里可以拍人民币50块钱的布达拉宫，上去看一眼啊。这边就是布达拉宫。我现在上这个观景台给大家拍一下，现在就去这个药王山的观景平台，这个入口很不起眼儿，免费的，我们上去看一下啊，要慢点走，会有高反的。它有2层。有很多旅拍的，我们先到第2层看一眼。这个是第2层的观景平台。我们现在上第3层，有拍婚纱的。这就是第3层，还有不少人。很多人在拍照。这个是50块钱背景，看一看，一模一样。在这里拍照留影。雪山之恋把我的魂唤醒。
现在晚上8点半，刚吃完晚饭，往前面走转一转。前面几百米就是布达拉宫。晚上的布达拉宫是打光的，非常圣洁。去广场上散散步，看一下夜景。没想到晚上进广场还要排队。是不是晚上比白天还要漂亮些？太美了。往前走一走。感觉晚上比白天的游客要多。很多人在拍照。可以，这样。白窗户。到前面看一下布达拉宫正面的夜景。刚听到说，冬天晚上是没有喷泉的，从5月份才开始有。广场的北边、南边，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。就像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。这里本来是一片喷泉场地，但是冬天没有。刚才问了，要到5月才开始有喷泉表演。我记得上次拍的一个喷泉表演非常漂亮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你高颂在人心中。这个布达拉宫广场晚上还是非常漂亮的，所以经过安检才能进来。看到广场中间这个国旗，它每天并不是升降旗的，一直在那儿高高飘扬，看到了吧？现在晚上已经9点了，所以天完全黑下来了。要早一点，这个天空是那种深蓝色的，更漂亮。看一看广场前的大街车流。和天安门广场非常相似的布局。扎西德勒，祝大家吉祥如意。
昨天好好睡了一晚，早晨起来头疼好多了。听说在西藏喝当地的奶茶可以抗高反，早晨准备去吃早餐，找一家喝奶茶的地方。今天天气预报虽然说只有10度，但是体感温度应该有20度，太阳非常毒辣。拉萨有很多家庭开的甜茶馆，都在小巷里头。去这家看一眼。人太多了，不好意思坐。很多家庭开的甜茶馆都是当地人，所以一个游客过去非常扎眼。还是准备去当地最著名的一家甜茶馆吧。就是这家了，老光明港琼甜茶馆。人也是很多。这里价格非常便宜，一碗藏餐面7块钱。一杯奶茶1块钱，柜台交了面条的钱去取餐。这是取餐窗口。猪肉。好，加不加辣椒？不要不要不要。葱要吗？葱要。找个地方坐。奶茶1元1杯，自己拿个空杯子，有人给你倒。自己把零钱放桌上，服务员会拿走1元钱。8元的早餐，奶茶准备续杯。看，每个人桌上都有零钱，也可以直接要一壶10块钱。这样的小食品你喜欢吗？谢谢关注。我现在去医院做核酸检测，因为山南跟林芝可能都要核酸检测了。这是人民医院，检测费80元，24小时可以取结果。桃花开了。这个公园是拉萨市民最喜欢的一个公园，免费的。这个是布达拉宫的后花园，我们可以看到南面就是布达拉宫的
背面。今天是周六，周末。公园的一角都在跳锅庄舞。这应该是改良的锅庄舞吧？哇，真好！往前走有一个很大的湖，这是布达拉宫的背面。宗角路康，宗角的意思就是宫殿后面，路康就是这里的鹿神殿，鹿神也是龙神、龙王的意思，所以这个湖也叫龙王潭。现在已经春意盎然，往前继续走。花孤独，花孤独。多人划船。这你怎么拉去了？这人的吧？其实拍西藏的视频还是要非常小心的，有些不经意的一些藏文、藏语、藏族歌曲可能都不让播出。这个应该就是鹿神殿吧。这个鹿神殿有时候不开放，今天好像上面有人。布达拉宫下面的龙王潭，这个地方早上来比较好，现在有一点轻微的逆光。布达拉宫正背面。前面有座桥，从桥上走过去。好多鸳鸯。那个大鸟是什么？是斑头雁吗？看不太出来。这边好像是不能投食喂这些动物的。白塔。现在从公园进入了布达拉宫的外围，这是转经长廊，围着布达拉宫转一圈。我有些是不敢拍的啊，拍了不让播。
看上面的布达拉宫，背面这是出口，这个是参观完布达拉宫的出口。现在到了布达拉宫的东门，一会儿我就要从这里进入去参观布达拉宫。是公园入口。布达拉宫需要提前1天预定，现在是免费的。准备从这里进去了，看一看能拍到布达拉宫里面的什么东西。现在进来了。这个布达拉宫非常大，现在从东门进来的。进来要查票、安检。这个算是布达拉宫的宫殿的外围，这个外围是可以拍照的。这个布达拉宫是当时松赞干布为迎娶尺尊公主和文成公主而兴建的。那个地方下面才是什么？下面就是17世纪经过重建之后，成为历代达赖喇嘛的东宫。94年就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一路上去什么？爬山上去。这地方才是达赖喇嘛。外观看上去有红、黄、白3个颜色，那主要就是红宫和白宫。外观看上去是13层，实际上只有9层。不同的颜色代表着不同的地方。现在往上走。布达拉宫始建于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，有1300多年历史。17世纪经过多次重建后，形成了现在这个规模。这是珍宝馆，看一眼。这个就是珍宝馆，不知道里面有什么，不能拍照，看一眼啊。珍宝馆有一些文物展出。现在继续往布达拉宫走。这个布达拉宫有200多米高，非常高。前面这个2道门要检票。这是第2道门。最新通知，3月16号起，这个布达拉宫又恢复收票，100元。现在进了2道门。这个地方有个无字碑，是建成时候立下来的，为什么没有字儿也不得而知。这个就是无字碑。为什么叫无字碑？我掉了，我累了。我们现在还处于爬山的阶段，还没有到达宫殿。这个布达拉宫实在是太庞大了。也就是自己。往上爬。其实还挺累的。这个布达拉宫最高的地方大概3800米。
白色的部分基本都是达赖喇嘛的东宫办公的地方。继续爬。但是达赖喇嘛就是不能一点关系，这个是讲法对吧？这是达赖喇嘛，又是蒙古人对吧？而我是达赖喇嘛。参观布达拉宫最好能有个导游，门口有租赁电子导游的，几个人也可以请一个导游。实在不想花钱，也可以蹭蹭旁边的导游的解说。下面布达拉宫广场，布达拉宫广场。右侧，这就是药王山，有2个观景台。这是药王山观景台。布达拉宫的墙壁厚度都是非常厚的，尤其是下面的，甚至有2到5米的厚度，直接嵌在了山体之中。现在快要到宫殿内部了，从这里面就不让摄像了吧？这还可以拍。我得下去呀，到点儿了，打卡。你们可以上完点了。慢点啊，小点小点。现在到了宫殿的9层，从这里往上就禁止拍照了，里面有大量的珍贵的文物和宝物。来拉萨如果不进入布达拉宫内部好好参观一下，听听讲解，是非常遗憾的，因为里面的东西太让人震撼了。现在准备进入宫殿内部，在里面参观了大概1个小时，出来了。从这里开始下山，这个就是布达拉宫的背面，可以看到下面的宗角鹿康公园。整个布达拉宫的游览大概2个多小时，没有太做详细的介绍，因为比较谨慎。确实这种题材的拍摄不好掌握尺度。看看下面的宗角鹿康公园，还有拉萨市整个市区的景色。拉萨休整结束，明天开始新的旅程。谢谢大家的关心和关注，争取每天奉上精彩的视频。